美国又出了一个昏招，砍在了自己身上。这一局中国赢得太轻松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薛运华，欢迎收看运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美国针对中国出台的制裁法案，最受伤的是韩国，忍无可忍的韩国开始偏向中国了。随着中美关系日益紧张，为了遏制中国，美国最近也使出了不少招数。在军事上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大搞军演；经济上，美国又先后出台了芯片法案、通胀削减法案等等，显然是要从各种角度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。同时，美国还拉拢了不少盟友，其自私的本性也注定了即使成为美国的盟友，也逃不开被吸血的命运。韩国便是如此。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前就非常亲美，上台之后更不必说，比如重新部署萨德、出席北约峰会等等，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亲近美国的态度。前几天还不顾国内民众抗议，给美国举行了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，就是为了向美国示好。按理说韩国这么亲近美国，美国怎么这也得给他点面子吧，他还真不给。前面提到的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法案，都是为了美国遏制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才出台的。这些法案的内容全方位打压了中国相关产业的进出口，但是这些法案针对的产业实际上都是韩国的经济支柱产业，韩国能乐意吗？肯定不乐意。所以当时韩国还去找了美国，希望美国能理解一下，给他们个豁免权。结果美国表示一视同仁，只有本国企业才有优待，韩国企业是外国的，所以不能享受属于美国的补贴。实际上呢，很有可能是美国舍不得会从韩国跑来的资金、技术、就业岗位等好处，所以才不愿意给韩国这个豁免权。可能是韩国一直以来对美国的亲近，让美国忘记了韩国毕竟也有本国利益要维护。在东亚地缘政治中，更是属于应该拉拢的一方。美国如此自私自利，不顾盟友利益受损，完全是在将韩国越推越远，给了韩国靠近中国的机会。而韩国看美国这么不靠谱，自然也想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寻找新的平衡点。像之前佩洛西竄台后访问韩国的时候，结果尹锡悦避而不见，再到中韩外长青岛会晤，双方聊得还算愉快，这都表明了韩国已经不是特别想跟美国混了。实话说，韩国在中国的利益更大一些，中国自然也不会错过韩国释放出的积极信号。中韩建交30周年的时候，我国也是拿出了非常高的规格来庆祝。美国想堵住中国的路，却先把自己盟友的路给堵住了。通胀削减法案如此，此前提出的芯片四方联盟也是如此，丝毫不顾及盟友的利益。反观中国，互利共赢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，我们从来不会靠吸盟友的血来寻求发展。韩国也是看明白了这一点，才会越来越亲近中国。这争夺韩国的一局，中国赢得太轻松了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